母亲偷偷把刀伸进儿子的被窝，找到所有男人都有的那个东西，用力抓紧之后一刀下去，儿子阿鹏瞬间变成了阿鹏。惨叫声引来了隔壁房间的父亲，当他看到儿子双腿间的鲜血，再看看手里拿着刀的妻子，立马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于是一巴掌将妻子抽翻在地，让他把儿子的宝贝儿交出来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妻子竟直接把鸟送进了嘴里，并且还使劲咀嚼了起来。这一幕可把丈夫给惊呆了，但震惊之余，儿子的宝贝儿得赶紧拯救。他用力掰开妻子的嘴，想要从里面把东西抠出来，可妻子早就已经咽进了肚里。情急之下，他用力挣脱开被妻子咬住的手指，然后抱紧自己的儿子，以最快的速度赶来医院。但已经断掉并丢失的棍子，就算华佗来了也无法复原。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母亲之所以对儿子这么残忍，不是因为儿子有错，而是为了报复自己的丈夫。就在几小时前，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小三在车里云雨，不过她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揭穿，而是选择在半夜拿起刀子，打算亲手阉了自己的丈夫。可还没来得及下刀，丈夫就突然醒了过来，并且一脚将她踹出了卧室。而恰好就在这时，母亲听到儿子房间传出奇怪的声音，走过去一看，阿鹏此时正在做手艺活。原来他也看见了父亲和小三在车里的场景，这勾起了他内心最原始的欲望。母亲见状气坏了，既然你们爷俩都是下半身动物，那么就该受到相同的惩罚。于是才把给丈夫准备的刀用在了儿子身上。但事后冷静下来的母亲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她想要把儿子的东西吐出来，可即便手抠到了嗓子深处，最终也没能成功。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愧疚，她也没再找丈夫的麻烦，而是选择了离家出走。与此同时，成了女儿身的阿鹏彻底崩溃，父亲看在眼里，也痛在心中。为了弥补自己的儿子，也为了挽救破碎的婚姻，他主动挂断了小三的电话，然后拿起抽屉里的手枪，打算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干掉。可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，不是因为他怂了，而是他想到了一个更完美的计划，那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移植到儿子身上。于是他来到医院，可医生却告诉他，以他们目前所掌握的技术，只能先帮父亲把东西拿掉，然后冷冻起来，等什么时候有了这项技术再进行移植。就这样，父亲也成了和阿鹏一样的人。耐不住寂寞的小三上门来找他直接选择了视而不见。阿鹏见状，心里终于平衡了一些。可当他在学校上厕所时，不小心尿在鞋上的画面引起了男同学的格外好奇。于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同学带着人拦住了阿鹏，并强行看到了一切。阿鹏的脸顿时就丢了个精光，好在这时父亲赶到，这才阻止了他们的嘲笑。但阿鹏却因此变得越来越自卑，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了屋里。父亲第二天喊他去上学，他还和父亲大吵了一架，接着便找到父亲的小三，他把一切都怪罪到了这个女人身上。他本打算找他讨要个说法，可谁知小三竟直接敞开了怀，想以这种方式补偿阿鹏，结果却把没有能力的阿鹏当场吓跑。可隔天他又找了过来，显然他这次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然而还没等到小三表态，他的同学刚好从门外路过，因为上次没看够，他们又把阿鹏叫了出去。而他们强迫阿鹏的场面刚好被一群小混混看到，出于打抱不平的心理，小混混成功帮阿鹏赶走了同学。作为感谢，阿鹏还专门请他们喝酒。殊不知，正是他的这种懂事，让他彻底掉进了泥潭。混混头子一眼就相中了小三，并且趁着酒劲儿开始对他动手动脚。气不过的小三给了他一巴掌，可这刚好激起了混混的征服欲。3两下的功夫，小三便彻底没了反抗的能力。即便阿鹏苦苦求情，还是没能阻止混混们进攻的脚步。在几人完事之后，他们还把阿鹏给推进了房间。为了所谓的面子，他只好假装自己很行的样子，在几人面前卖力表演了一番。可谁知当天下午，2个警察就冲进了阿鹏家里，二话不说直接将其抓进了警局。当父亲得知原委后，拼命地向警察解释，觉得谁做出这种事儿，自己的儿子也不可能会做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能力。说着就要扒开阿鹏的裤子，而这彻底激怒了阿鹏。他一脚踹开父亲，紧接着又上前补了好几脚。警察见状也不再惯着他，直接控制住他的双手，另一个警察则扒开他的裤子，亲眼验证了父亲的话。混混见状纷纷发出了嘲笑声，气急败坏的阿鹏直接将其暴打了一顿，而这也让本不该受罚的他被判了15天监禁。好在狱警人还不错，见有犯人要欺负他，还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。而与此同时，父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他觉得儿子落到如此下场都是因为他犯下的错，他想要掏枪自杀，但一想到儿子出来后的生活，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接着便开始在网上搜索能让他们这种人舒服的方法，最后得知用石头打磨自己的皮肤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父亲尝试之后发现真的可以到达顶峰，于是第二天就把方法分享给了拘留所里的儿子，
希望能以这种方式让他在里面过得得劲儿点。起初阿鹏对此还非常不屑，可随着被关的时间越来越久，逐渐无聊的他终于忍不住从墙上抠下一块石头，可这一磨不要紧，竟然磨上瘾了。虽然他的过程非常疼，但最后那一下也是真的爽。所以从看守所出来后，他对父亲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。可一种食物吃得多了，总有腻的时候。逐渐找不到快感的阿鹏让父亲继续寻找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，结果一顿搜索下来，医院没找到不说，还得知了一个坏消息，近亲之间是不能进行移植的。无奈之下，阿鹏只能去求助小三儿，让他帮忙去勾引混混头子，这样不仅可以报侵犯的仇，还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想要的东西，简直是一箭双雕的计划。于是在混混出狱这天，小三儿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亲自等在监狱门口。混混见状，还以为小三儿看上了他的能力，于是想都没想就跟着回了家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便主动躺在了小三身下。然而就在他等待着好事发生时，小三却背地里掏出刀子，然后对准位置用力一划，厚厚的作案工具瞬间被没收，并且还被小三扔在了地上。一旁的阿鹏捡起来就跑，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，可混混虽然断了一条腿，但追击速度却丝毫不慢，很快就将阿鹏扑倒在地。而就在两人争抢时，东西不小心被阿鹏甩到了马路上，混混想上前去捡，但却被阿鹏死死拉住。就这样，混混亲眼看着自己的宝贝疙瘩被一辆大货车碾了个稀巴烂。事后气急败坏的他找到小三儿，可能做的就只剩下抽耳光，再也没了往日的男子气概。另一边，阿鹏的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通过不断的在网上搜寻，终于找到一家可以做近亲移植的医院。父亲当即便联系了医生，阿鹏也很快躺在了手术台上。好消息是移植的非常成功，可坏消息是他只能发挥出最基本的作用。就算阿鹏想尽了办法，也做不到让他抬头。而就在爷俩绝望之际，消失很久的母亲突然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，回到家就倒头大睡，把父亲的床都占满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睡在儿子的房间。可谁知到了半夜，母亲竟悄悄溜进来，还直接躺在了两人中间。父亲被硬生生挤下了床，醒来的阿鹏也想下去，但却被母亲一把拦住。很显然，此时的他依旧觉得愧对儿子。可讽刺的是，随着他的温柔抚摸，阿鹏竟然起了反应。看来归根结底，他还是属于父亲的东西，是认女主人的。而母亲见状彻底懵了，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她转头看向丈夫，而从丈夫的表情中，母亲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于是立马脱掉丈夫的裤子查看。至此她才明白丈夫为她的错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，但她并没因此原谅丈夫，反而开始对儿子展开攻势。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她房间，帮她发泄内心深处的欲望。她的行为不仅是对阉割儿子的愧疚，也是一种跨越伦理的母爱补偿。面对这荒谬的事情，丈夫多次想要阻拦，结果全被妻子无情甩开。最终忍无可忍的他拿着刀就冲进了儿子房间，一心想要收回自己的东西，可母亲却硬拉着不让，然后便出现了这幅经典的影史名画。丈夫最终也没能取回自己的东西，而母亲则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每晚都会化上精致的妆容，一是为了给儿子带来最好的体验，二是为了报复父母。而面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，丈夫很快就没了正常人的样子。又一次索然无果之后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了手枪，然后对准妻子的脑袋，毫不犹豫就扣动了扳机。枪声惊醒了正做着美梦的阿鹏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外面又传来一声枪响，懵逼的他赶紧下床查看，结果刚开门就被吓得个半死。只见自己的父母全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而他们的离世也让阿鹏伤心到了极致。他缓缓捡起地上的手枪，瞄准这一切悲剧的源头，然后便扣动了扳机。这部电影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但它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，来来回回的重复自己的错误，重复别人的生活，重复痛苦和快乐。最为悲剧的是，面对这无休止的循环，人们往往没有能力改变或另辟蹊径，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就好比重新变成阿鹏的儿子，虽然最后选择出家做了和尚，可他又一定能跳出人性的怪圈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感谢大家的时间，我是大鱼，咱们下期再见。